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你不可以给彼此多一次的机会吗？在你们当中有谁跟他一样是 B 型血的吗？啊，慧心，我记得你跟你哥哥是一样的。我是O型血的，可以吗？如果你真的要谢我，就拜托你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再自以为是了。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。你看你身边有这么多关心你的人，我妈没有癌症。不是吧？对不起，她是为了撮合我们两个才会说谎的。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欺骗回来的感情，我会幸福吗？妈知错了。我害怕有一天我醒过来，你就不在了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。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医生，我的老公到底怎么了？我要去见他，快让我去见他！对不起，你先生内脏已经被毒素侵蚀了，送来医院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一定是你们搞错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！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。静香，冷静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想。不会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警察，我想要和刘金香女士录一份口供。静香，你可以吗？可以麻烦你重述一下昨晚的事发经过吗？昨天晚上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我看同学聚会结束之后就回到家，庆伟拿了红酒说要庆祝，我就跟他喝了几杯，可是越喝就越不对劲。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在你先生办公室找到分居协议书，里面的内容是你先生打算和你申请离婚。不可能的，庆伟不会跟我离婚的，不可能。既然你先生打算和你申请离婚，怎么可能还会和你庆祝结婚纪念日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庆伟不会跟我离婚的，不会的。对不起，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你们暂时不适合录口供，麻烦出去一下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昨晚大概11点钟左右，我们警方收到一通求救电话。当警方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刘静香和她的丈夫倒卧在客厅。现场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，门的窗口也没有被撬开，
可以排除是被外人袭击。还查到了什么？经过化验，证实酒里含有剧毒，再加上我们找到的离婚协议书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刘静香是因为不想跟她的丈夫离婚，所以才在酒里下毒，一同谋杀陆清薇。静香不可能这么做的。表面上是殉情自杀，其实是她害怕被人发现，所以才喝下红酒。我们将会正式逮捕刘静香。你们现在完全没有证据证实他就是凶手啊！我们只是依程序办事。可以让我跟他谈一谈吗？静香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啊？静香，那天同学们不是说你的老公很疼你的吗？他为什么会要跟你离婚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离婚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？我们警方现在怀疑你意图谋杀亲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跟你离婚，所以你有了杀人动机。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今年还计划要生宝宝，还一起去看过婴儿床。秦薇还说过，如果我怀孕的话，他会把我工作给吃掉，让我好好在家里安胎。他不会这样对我，不会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他不会要跟我离婚的。我要去问他，我要去问他，放开我，让我去问他，放开我，我要去找他，静香，清楚。他不可能这冷静样做。冷静，放开我！冷静。静香的婚姻生活这么美满，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？现在死了丈夫还要被人冤枉杀人，真可怜。可怜和有罪是不一样的，可能当中另有隐情，你就别这么快下定论。我们警方怀疑他也是很正常的。你别告诉我你也怀疑她。静香毕业后就出国深造，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联络，这些年他有些什么改变我们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职业病又犯了？你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？我的理性告诉我，一切都要有凭有据。有时候太理性不是一件好事。OK， 你会说我，那你有什么想法？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辩护律师，我会找远叔帮忙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他是无辜的呢？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啊。就因为这样啊？要不然呢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律师了，再见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不累吗？我已经说了几百次，不行就不行。你就不能当这是给我面子，帮我接下来吗？文杰，这个案子真的不能接，警方已经掌握了证据，打不赢的。你放过我，不要坏了我的招牌啊！这个案子明明有疑点的，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吗？如果他肯认罪，我倒很乐意接。但是他现在要抗告，这种官司很麻烦的，赚不到多少钱就算了，输了还得赔上声誉，吃力不讨好，又很浪费时间呢。我问你多一次，到底接不接？谢谢你多年来的照顾，以后有机会再报答你吧。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打包走人啊！啊，你不做了？是你爸逼我的。老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是为了女人？女人？什么女人？你大哥啊，要为了帮助他的旧情人，竟然威胁我。我再声明一次，他不是我的旧情人，他是我的高中好朋友。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为什么连工作也不要呢？你不要转换话题，到底帮还是不帮 ？No。老爸，你真的要大哥走吗？臭小子，你来真的？我样子像开玩笑吗？好啦，我投降。投降就是答应啊！还不赶快把案子的资料给我看？
来来来，吃水果。我不吃了。怎么了？花店有问题啊？没什么事，生意不好啊。看得出来。刚才看你做账的时候愁眉苦脸的，我就猜到了。其实一开始还可以，我一直在节省开支。可是花店的地点不是很好，之前也没有做宣传，没有固定的熟客，生意就越来越差。你这几个月都在亏钱吗？最近水电费、租金要起价，国外气候的问题又搞到花的成本提高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不赚钱的话，索性把它关掉了，反正家里也不需要靠你来赚钱开饭啊。妈说的对，不要给自己这种负担，把花店关了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啊。不如带我法郎来帮我吧，以后还可以帮我打理呢。好吧，我会考虑看看的。妈，厨房还有没有糖水啊？有啊，可以帮我盛一碗吗？这么大个人，还要我伺候你？谢谢。钱的问题我先帮你解决吧。这样不好吧？我自己的事我会解决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拒绝你老哥才不好。啊，我知道你很在乎花店，先让我帮你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保住花店最重要。这样吧，只要花店的生意变好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。这当然啦，我是把你的花店当投资，不只要还我，还要算利息的。在那个费用呢，我们之后会再帮你清给你们，所以记得如果报了处的话呢，联络我或者是他们2位 ，OK？ 早，他们是谁呀？他们，你先别问这么多啊，快开店吧。你在搞什么啊？总之我是来帮你的啊。帮我？我听说你花店的生意不太好，所以我请他们来帮你做宣传。什么宣传？他们是我认识的记者朋友，我请他们来帮你的花店做个专题报道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啊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缺你这个老板娘，快去开店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慧心，我刚从美国回来。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里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时间好好享受这花园城市的美，所以我就开了这间花店，想要和大家分享每种花的花语，也希望能鼓励大家花多一点时间，好好欣赏你们周围的花朵。我也打算进口一些比较特别的花，让爱花人士就多一点选择了。谢谢。看，怎么样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来喝点水吧。下次请你们吃饭。谢谢你帮忙。不客气，希望可以帮到你的店。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其实我有件事。Hello baby， Hello， 你怎么进来啦？妈咪呢？妈咪呢？你住哪里呀？我送你回家 ，OK？It's okay baby, it's okay. Good girl， 要趴好。他是吴远，你的辩护律师。你好。施文杰托我来帮助你打这场官司的。刘小姐，首先你必须对我们坦白，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或隐瞒，这样我才能够帮到你啊。我明白。我看过你的口供，你说你跟你老公的关系很好，唯有3年前那件事，你们吵得很凶，还差点离婚。你是说外遇那件事吗？你能不能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次？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很生气。这女人到底是谁？你要怎么解释？老婆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你还骗我？你觉得说对得起我吗？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不要碰我！老婆，不要走！老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的不对，我承认是我的错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放手啊！你如果爱我的话，你就不会背叛我了。这次只是一时糊涂才会犯错的，我跟他已经断绝来往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的一时糊涂，你就要我原谅你，
当你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向天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如果我再犯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你要原谅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算了，我们已经晚了。老婆，我是真心真意要改过的。就念在我们是夫妻一场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要原谅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所以在那哀求之下，你就原谅了他。老实说，我的确放不下这一段感情。可是庆伟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。自从那一次他被我发现有外遇，他真的变了很多。无论他有多忙，他都会回家陪我，甚至不到酒吧去应酬。后来我也慢慢释怀了。那你们最近的感情如何？都一样啊。你老公要跟你分居，难道你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他根本没有跟我说过什么，也没有暗示过什么。那最近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行为？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是最近都会留在公司加班，早出晚归的。那你有没有怀疑过，他可能在外面又有了女人，才要跟你离婚的？不可能，他说过不会再背叛我的。这很难说，通常男人说一套做一套。静香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你老公要跟你离婚的原因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谢谢你。文杰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想帮朋友是无可厚非的。袁叔，你觉得胜算怎么样？暂时无法下任何定论，这可是一宗刑事案。第一，在案发现场只有刘静香和她的老公；第二，在案发现场没有第三者的指纹；第三，最重要的是刘静香有杀人的动机，因为之前她的老公有意图要跟她离婚，所以她怀恨在心，不甘心再一次的被她的老公背叛，所以毒死她。袁叔，你是专业的辩护律师，你可不可以信一下你的委托人啊？你不要这么主观，先入为主。只要有一天法官还没下判，她还是无辜的。依我看啊，她早已经知道她的老公有外遇，她只是自己在骗自己。女人嘛，一旦受到背叛了，有什么东西做不出来的？再说啊，最毒妇人心。我已经尽力了。你是聪明的人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你应该知道了。好了，我先下班。这些都是老板过去1年的 appointment， 你还需要什么吗？这些已经足够了，谢谢。其实老板娘过去一直对我还蛮不错的，现在看到她这样，我也希望能为她尽一份力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好，那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我说，我先回去工作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。这个9N呢，是你老板很重要的客户吗？老板人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想说太多。其实这个女的是老板的情妇。好，谢谢。原来那兔就在这里了。要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一定没有这么快找到地址的。哦，
难得你会说感激我的话。喂，我的嘴巴有这么坏吗？你真的那么确定可以从他身上问到什么吗？要了解一个人，除了他老婆，最清楚他的就是小三。好像不在家哎。看来我们白走一趟，改天再来吧。找谁啊？谢谢。谢谢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些关于陆清卫的事情。之前警方不是已经给我录过口供了吗？不过有些地方我们还不是很清楚，需要你帮忙查证。陆清卫出事那天，你们有见过面吗？我已经说过，我没有见过他。我们都是固定在每个星期四才会见面的。他会到我这里吃饭，就这样。就只这么一天？嗯。因为他怕被他老婆怀疑，所以都不会在我这里过夜。那你认识刘静香吗？我知道她是庆威的老婆，但我不认识她。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，你曾经是陆庆威的秘书，而且除了每个星期四之外，你也会到他的公司跟他见面。如果礼拜四他刚好跟客户有约，他就会找其他天让我到办公室见他。就是这样。你喜欢喝红酒吗？还好。这些都是你买的啊？都是庆伟爱喝的，所以我都会买一些放在家里，等他上来的时候陪他一起喝。那最近除了你们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来过这里啊？没有，就只有钟点女佣会过来帮忙打扫。也许在你们眼中，我是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可是我和庆伟才是真心相爱的。要不然，我也不会怀了他的孩子。本来庆伟已经答应我要跟他老婆离婚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居然被那狠心的女人害死。他走了，我跟爸爸要怎么办？你别难过了，现在唯一你能做的就是跟爸爸好好的活下去。是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我们帮忙吧。现在我只希望事情赶快过去，然后我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对啊，不要想那么多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耽误你休息。那我送你们出去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走好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我总觉得这个卷呢有点不对劲。怎么说？我问他案发当天他没有看到陆清月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出卖了他。我只是觉得他有所隐瞒。你们应该去查一查他当天的行动记录。你不说，我也会去做。现在除了静香之外，最可疑的就是这个拽呢。而且案发的前几天，他曾经拼命的到公司去找陆清薇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她已经怀了陆清薇的孩子，而且清薇又要跟静香离婚，到时拽呢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他合法的妻子。他没有杀人动机啊。表面上是没有杀人动机，可是他毕竟隐瞒东西。只要我们查出他当天的行动记录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你们不知道买什么花的话，我建议百合花，因为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百合花的。那你呢？我也挺喜欢的。如果和你买花，你可不可以和我合张照啊？我可是很想和你做个朋友，不知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啊？我也要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本店没有这样子的服务。你是谁？我是阿南，男性朋友。你走开，我们在办很重要的事。这样，如果我把你店所有的百合买下的话，可不可以给你合照加拥抱？不行，我也要买下他店里所有的百合，我要和他合照加拥抱。喂，你拍过了没有啊？你们两个不要越来越过分了。是啊，你们到底想干嘛啊？如果你们不是来买花的话，就给我滚！好了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来处理。这样子吧，你们一人一半，不过不可以拍照，也不可以拥抱，
请到那里付钱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慧心，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。没关系，你也是一番好意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要告诉你，你报道上了杂志。我先去忙了。来，喝糖水。妈，你来看，慧心在网络爆红啊！哎呀，这些照片为什么被人放上网？他们想对慧心做些什么？不会，别担心，这是好事，因为回来了。大红人回来啦。干嘛那么叫我？来来，过来看看。你现在是网络红人了，自己看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难怪今天花店那么多人了。这些照片被传来传去，会不会有问题的？不会，越多人转发越好，这表示慧心越来越红啊。还有这对花店的生意也有帮助的。生意是变好了，可是烦恼也不少。那些顾客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烦都烦死了。哼，那下一次直接去报警好了，不要对他们客气。不如这样吧，从今以后我每天晚上去接你下班，他们就会以为我是你男朋友，时间久了就不会缠你了。你呀，满脑子的鬼主意。喂，安妮，你查到了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事啊？我约了安妮谈一些东西，我今晚不回来吃饭了，你们吃吧，拜拜。来，你看。安妮，怎么样？有什么线索？我从同事那边拿到的，这是陆清薇被毒死当晚Joanna公寓的走廊 CCTV 的画面。那为什么Joanna说案发当晚没有看到陆清薇呢？哎，陆清薇手中这瓶红酒不是在静香家里发现的那瓶毒酒吗？嗯哼，这就证明静香没有说谎啊。这瓶红酒是陆清薇从外面带回来的。我们不能单凭这点就确定静香没有在酒里下毒。怎么说？搞不好酒是在陆清薇带回家之后被下毒的。鉴证报告不是说搜查了整间房子，就只有那瓶红酒里面有砒霜吗？如果静香在家里下毒的话，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。就算我们能够确定酒不是在家里被下毒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解不开酒里的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坐。小姐喝些什么？啤酒。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哎呦，我不是说了很清楚吗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最好不要连累我。那你现在怎样，宝贝？翻脸不认人哦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的事情。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好？现在怎样？玩不起啊？贱男人！你以为你自己有多清高啊？骚货！还敢骂？有没有搞错？会被踢球的啊，foul了啦！哦，这应该是 free kick 的吗？ referee 没脑的。是啦，叫 referee 回家睡觉啦。哎，你也支持这球队？啊，你也是啊 ，Alex，叫 Wilson。有没有搞错 ？Keeper 在睡觉啊，这样的球也救不到。我看今天很难赢啊。最近不能倒什么大霉，赌什么输什么。你也输钱？我也是。最惨的是，我老婆抓到我赌球，现在钱全部在她那边，我每个月拿到薪水全部都要给她，我一个屁都没有。女人啊，都是一样的，两个字，麻烦。你老婆也管？不是我老婆，我女朋友她很有钱的，可是就吝啬，每次想跟她借钱翻本，她都不肯。Wilson， 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有没有空出去走走？ OK 啊。来，这场球是看不下去了啦，有缘再见。
我已经得到上头的批准，把静香的 case 调过来，要不然我再继续这样查下去，人家会说闲话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袖手旁观的，谢谢。静香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也希望可以帮她。我刚刚看了 Wilson 的资料，你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个爱情骗子。这个维尔森一看他就知道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喜欢赌博，而且欠了很多赌债。每一次呢，都有不同的女人帮他还债。其中一个跟他有暧昧关系的就是 Joanna。哎，你记得上次你说过，Joanna有了身孕，所以不可能杀害陆清薇吗？记得。假设孩子不是陆清薇的呢？你怀疑孩子是 Wilson 的 ？OK， 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假设陆清薇发现 Joanna 怀的孩子不是她的，她一气之下想要跟 Joanna 分手。不过 Joanna 也没有理由杀人啊，这对她有什么好处？还猜不到。心理有问题，误杀，好像都不太可能啊。往最简单的方面去想。宝宝啊，以后拿到钱，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，你就不用像妈妈一样过着苦日子了。又有什么事吗 ？Joanna， 我们怀疑你跟陆清薇的死有关，现在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Madam， 你们到底怀疑我什么？我不是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？Joanna， 我再问你一次，陆清薇遇害那天，你确定没有见过她？没有。你说谎。这是案发当晚你公寓 CCTV 所拍到的画面，他当晚确实有去找你。为什么你要说谎？你是不是做贼心虚？不是的，我没有说出来，是因为我怕惹麻烦。我真的没有想过害死庆薇，真的。Joanna，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，这只会增加你的嫌疑。这怎么解释？你做陆清薇的情妇，目的是用她的钱来贴补你的小男朋友。我们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陆清薇的。你想利用孩子逼陆清薇跟老婆离婚，可是你没有想到陆清薇会发现原来孩子是 Wilson 的，所以你就联合 Wilson 想要毒死陆清薇，对吗？不是，我承认孩子是 Wilson，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毒死庆薇。真的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因为你知道陆清薇已经改了遗嘱，如果他遇见什么意外，你跟孩子就是最大的受益人，所以你才会杀他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真的没有。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想我现在再去露宿。老朋友还这么客气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这个做朋友的也很过意不去。不过我们还需要你小小的帮忙，因为警方准备起诉Joanna，他又不认罪，所以可能需要你留在这里帮忙协助调查。没问题。这几天真的难为你了。这也算不了什么。最让我痛心的是庆薇，没想到他又在外面包养女人，还为他要跟我离婚。他也真是的，自己惹祸就算了，还要拖累你。哇，好了，不谈他了。你应该很累，快点上去休息吧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安妮，你帮忙送他上去吧。你不上去了？改天吧。再见。走吧。拜拜。安妮，喝杯水。谢谢。这个不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我跟文杰送给你的吗？你还留到现在啊？我给你看一样的东西，过来。
竟然把我们高中时候的照片都放在这里啊？这些啊，都是我的美好回忆。我每次看见这些照片呢，我就想起以前我们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开心。那个时候好像是完全没有烦恼似的。也不是没有烦恼，只是我记得只要我们其中一个人不开心，另外2个就会想尽办法搞气氛。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的校际冠军赛，我输了，然后我很难过，我连你们2个都不想见，结果你们2个竟然跑去买啤酒，偷偷溜进我的宿舍，陪我在天台喝酒喝到天亮，你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啊，那个时候我们3个人都在天台上喝醉了，然后被管理员发现，还以为我们3个人在天台上乱搞关系。隔一天呢，还被社监臭骂了一顿。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哦。嗯，对了，你啊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好奇的，你为什么会跟文杰分手的？也说不上是什么具体的原因，就是那句老套话，因为太了解所以分开啊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要放下就能放下吗？你舍得吗？感情的事也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。我跟文杰已经不可以回到像以前那样了，我还是挺了解他的，我知道他不想伤害我。所以我们就只好这样做回朋友。你如果不舍得的话，那就应该更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感情，要不然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。平时迟到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等那么久，你干脆不要来好了。我知道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第99天的纪念日，可是刚才被教授拉着，真的走不了。你就不要生气嘛。你看，我买了你最爱喝的汽水。你以为一罐汽水就可以让我原谅你啊？你等一下。你在搞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是道歉礼物，你先收着。10年后，我一定把它换成真的送给你。OK？干嘛胆子这么小，这么容易被吓到？不是说好我来接你的吗？我只迟到5分钟你就先走了。都是那些无聊的顾客，他们来跟我买花，只是为了接近我。刚才还有一个在外面等着我，我绕了一圈才摆脱他们的。以后我每天来接你，他们就不会纠缠你了。你还担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总觉得怪怪的。你又有不好的预感吗？我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可能最近太多人缠着你，所以你精神紧张吧。你又没有得罪人，你怕什么？得罪人，我都忘了。其实我得罪过一个人。谁啊？那是我在美国发生的事。大约是在1年前，我在美国打工，和朋友合租一间房子。有一天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
Officer, I need help. I want to make a police report. 放开！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后来证据确凿，他被判终身监禁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法庭指证他的时候，他很凶的警告我，说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我每次想到他的样子，我都会觉得很害怕。那，你自己都说了，他被判终身监禁，他没有机会向你报复的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回家吧。对了，我应该是你男朋友的，对吗？走吧。Amanda， 你现在就站在一片很宽阔的草原上，然后在这片宽阔的草原上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保险箱？看到了。我要你走向那个保险箱，然后打开它。接着，我要你将你生活中所有的压力、不满的情绪、不快乐的记忆，通通拿出来，塞进这个保险箱里面。然后，你把它锁上。Amanda， 当我数到3以后，你就醒过来。1、2、3。Amanda，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轻松多了。那就太好了，看来催眠对你的治疗非常有效。可是这个效果只能持续3个月，到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你自己的情绪，以及根治你的忧郁症。我会的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OK， 来，3个月以后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你，郭医生。嗨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应该没有你的 appointment 才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刚好经过这里，所以就特地上来给你打个招呼，顺便想约你吃午饭。我已经约了我的大学教授一起吃饭了。这么巧？是啊，他刚刚从国外回来，他是教我催眠的老师。那你们想到要去哪里吃了吗？还没决定。我知道这里附近有几间不错的本地美食，不如我带你们去。不用麻烦了。不会麻烦。你看，就是这几间了，网络人气超高的美食，强力推荐。你不是这么扫兴吧？难道我就不能陪你们去吃饭吗？那好吧，你先让我进去收拾一下。终于找到你了。麻烦你帮我订张机票，越快越好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